在一片遥遥领先、欣欣向荣的表象之下，中国金融领域正暗潮汹涌。近日，多个信托产品突然爆雷，投资人被迫走上维权之路，却遭到了武力镇压，这揭开了中国金融业愈演愈烈的危机。平安信托500强企业也难逃爆雷命运。作为中国最大的信托公司之一，平安信托长期被视为安全的代名词。然而，最近一系列爆雷事件的出现，彻底动摇了投资人对其的信任。根据披露，平安信托旗下多支产品出现了延期兑付的窘境，其中祥远230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就高达8.36亿元，涉及上千名投资者。而福宁615号信托计划也遭遇了7.724亿元的延期兑付困境。这些信托产品之所以遭遇爆雷，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底层资产房地产项目出现了严重的问题。以福宁615号为例，其底层资产是正荣地产的臻华府项目，由于受到房地产市场整体低迷的影响，项目去化缓慢，截至公告日，信托计划尚无现金回收，无法按期兑付。而在祥远230号产品中，其底层资产是重庆荣前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重庆荣盛城项目，由于该项目销售不佳，导致重庆荣前无法向平安信托支付到期本息，最终酿成信托产品的爆雷事件。平安信托称，为了追回本金和利息，他们已经通过法律途径对相关方进行了起诉。不过，即便最终胜诉，平安信托也收不到应得的钱款，因为这些房地产项目本身就陷入了困境，难以回笼资金。事实上，平安信托与房地产市场的关系早已密不可分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平安信托旗下与房地产相关的信托产品中，已经有多支因为底层资产爆雷而陷入兑付危机，涉及金额高达数十亿元。这不禁让人感叹，即便是身处500强之列的平安集团，旗下的信托子公司也难逃爆雷的厄运。这无疑粉碎了投资者对其的安全印象，也无疑加剧了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。维权遭武力镇压，投资人生存空间缩小。随着平安信托旗下多支产品相继爆雷，投资人也纷纷走上维权之路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些原本合法合规的维权行为，却遭到了当局的暴力镇压。据悉，4月8日，大批投资人到平安信托的深圳总部进行维权，要求尽快兑付到期资金。但现场出现了大量特警人员，对维权群众进行了驱散，并抓捕了多名投资人。这种借助暴力手段来压制合法维权，无疑引发了人们的强烈不满。有网友愤怒地表示，平安信托爆雷了，深圳大量人去维权，结果被特警暴力镇压，这就是中国的法治环境。不仅如此，还有消息人士爆料称，在此前的一起平安信托产品兑付纠纷中，平安信托高管也曾出面表示尽快解决资金兑付，但最终都化为了空谈，无法解决根本问题。对于投资人来说，这无异于雪上加霜。一方面，他们辛苦积攒的钱财遭遇了爆雷，面临血本无归的风险；另一方面，维权过程中还要面临来自当局的暴力镇压，生存空间正日益受到挤压。可以说，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金融纠纷范畴，变成了投资人权益保护与国家暴力之间的直接对峙。这不禁让人感慨，在这个看似繁荣的表象之下，金融领域正酝酿着巨大的危机，无数普通投资人正沦为被割韭菜的对象。信托业末日窗口期，平安信托的爆雷事件也引发了人们对整个信托行业的担忧。业内人士表示，平安信托作为国内最大的信托公司之一，其产品频繁爆雷，无疑预示着整个信托行业正处于一个末日窗口期。事实上，在平安信托之前，已经有不少其他知名信托公司也相继出现了问题。比如，新华信托已经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，而四川信托也正在重整之中。
这些信托公司的暴雷，无疑加剧了整个行业的动荡。有分析指出，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，主要在于信托公司过度依赖房地产行业，而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，也必然会引发信托业的连锁反应。统计数据显示，截至2022年末，平安信托流向房地产的信托资产规模为255.49亿元，占其整体投资的比重为4.63%，较前一年大幅下降。这无疑反映了信托公司正在积极去地产化，试图控制住房地产领域的风险暴露。但即便如此，信托业的危机依然难以遏制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除了与房地产相关的产品暴雷外，一些其他类型的信托产品也开始出现兑付困难，这进一步加剧了整个行业的动荡局势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信托公司股权转让也频频遇阻。据悉，不少信托公司的股权转让都出现了延期或无人问津的情况，这意味着行业内部也开始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的隐患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信托业的末日窗口期已经悄然拉开，无数投资人的血本无归，无疑将冲击着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。普通人再也无处藏身。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，这场金融危机无疑雪上加霜。在信托产品接连暴雷的背景下，他们已经无处可藏。回顾过去几年，从 P2P 暴雷到 A 股大涨后暴跌，再到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低迷，普通投资人似乎一直处于被割韭菜的命运之中。无论是网贷、理财还是股市，他们总是最先成为受害者。而在这场信托业的危机中，投资门槛较高的产品也没能幸免。据悉，此次涉及到的平安信托产品，大多设置了100万元以上的投资门槛，这意味着他们的目标群体都属于中产阶层及以上。这不免让人感慨，在这个看似繁荣的表象之下，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，都难逃被割韭菜的命运。P2P 平台坐吃山空，股市暴跌，割掉了不少韭菜，现在轮到了信托业。有网友感叹道：“穷人被 P2P 和股市割，中产被房产割，富豪被信托和私募割。不管你是谁，在中国总有一把镰刀适合你。”可以说，在这个大背景下，普通投资人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依赖的金融工具。P2P 暴雷后，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房产和股市，却发现这些领域也逐步沦为肥肉。现在，连一向被视为安全的信托产品也开始频频暴雷，这让广大投资人陷入了彻底的无助。有评论指出，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，现在把钱存在4大银行可能是唯一的出路了。但即便如此，也难免被割韭菜，因为一旦4大行出事，那就真的什么都没了。可以说，在这场席卷金融市场的危机之中，普通投资人已经失去了任何可以依赖的避风港，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富被一次次吞噬，无力回天。这无疑加剧了整个社会的不确定性，也引发了普通大众对未来的巨大担忧。平安信托的暴雷事件只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冰山一角。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、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大背景下，各类金融产品频频暴雷，投资人维权遭遇镇压，信托业陷入末日窗口期。这无疑凸显了中国金融体系存在的深层次矛盾，也让广大普通投资人无处可逃，沦为被割韭菜的牺牲品。